那接下来呢，我想就由我来跟大家做说明。我不晓得我这样子的那个 PowerPoint 够大吗？就是大家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好，那我就来很快的来跟大家说明哦，这政治学里头的政治的图像哦。那很多东西跟刚刚简老师讲的那种很像啊、哦，就是几乎是一个脉络出来的哈、哦。这或许我们用的名词会有点不太一样哈、哦。那我很快来跟大家说明。其实我们大家其实这个图大家应该都不难理解，因为关心动物的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们人类在利用动物的时候有不同的几种想法哈，虐待的有利用的哈，然后我们其实大家关心的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比较从保育的角度看问题，也有从动物福利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也有更基本哈根本的从动物权利的角度看问题。这个是我们一般如果从动物伦理学的角度去分类哦，大概会这样做。可是其实如果由我们学政治的人来看哦，其实我们不太会我们不太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分类，因为这样的分类其实跟人没有关系哦，就跟人的社会里头的这个建构啊，刚刚那个金老师提到社会建构跟建构没有关系哦。那对我们OK，对我们学政治的人来讲哦，其实这个意识形态这件事情，就是刚刚简老师讲的建构哈。那政治学里头讲的意识形态其实没有贬义哦，我要特别这样讲啊。我们政治学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研究的一个重点，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严密形成的一套封闭的一套系统哦。那这个它就是变成一个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的一个基本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会影响到我们对政治、经济、社会哦，还有各种各样我们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呈现跟怎么运作的一个范式吧，一个模式哦，我们都把它称作政治意识形态哈。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是那个 Garner 哦，也是一个政治学者、政治哲学家吧哈，他在讨论那个动物在政治哲学里头大概做的分类，我觉得这个分类哈比较能够让我们促使我们去思考社会里头发生的种种的争议哦。那这个分类它大概分成几种，一个是社群主义，刚刚我们讲到原住民哈，或者说是客家人的这个他们养动物的方式哦，我们当然会对他有一些指责，可是对于社群主义的人来说，他认为这是他社群的一种光荣的做法哦。譬如说，他觉得这个原住民狩猎，他不会认为他是残忍，他认为他是一个能够永续利用资源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有可能以前在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个运作的逻辑跟方法里头，或许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能够很有效的去这个保护环境哦。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办法？这个其实上是可以再做讨论哦。那另外还有从马克思主义，刚刚简老师也一直提到嘛，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实就讲的是说，我们资本主义进到人类社会里头之后，种种的这个生命跟劳动都变成被资本化之后，那其实产生了很多这个扭曲、剥削等等的行为。所以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动物的话，它很多的这种劳动、生命的贩卖等等，可能就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当然，马克思本身没有谈动物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是我们后人引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动物议题的时候，大概会有这样的想法哈。那保守主义讲的是，这个保守主义也没有负面的意思哦哈。保守主义讲的比较像是什么哈？就是有一些宗教或有一些所谓的那种比较灵性的团体，他蛮强调说，其实我们人类之所以现在会这么糟糕的原因，就是我们打开了什么潘多拉的盒子啊，科学发展的太快啊，以至于说我们可能这个把很多的疾病等等给它带到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来哦。那保守主义的观点，就我们最好能够回到更原始的那样的社会哦，人不要那么贪心，然后能更注重灵性哦，不要这么多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可能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女性主义当然就强调就是要这个比较仁慈哦，然后要能够这个比较像传统的就是这个男性沙文主义好像非常重视权力哦，然后非常重视这个上对下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多一些同情，多一些仁慈的话，
可能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是女性主义的看法。那生态主义当然各位也都知道就是从我们一直喜欢讲的保育的观点，其实就是生态主义的一个逻辑。他们基本上是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动物那动物如果说数量太多，那可能我们可以让它少一点；数量太少，我们应该要保育它。这个是比较从生态角度看。可是刚刚几种模式其实在我们如果推到极致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它的危险。我想各位应该都很容易理解到，社群主义推到极致，那就会有过于重视这个文化相对论的问题。那马克思主义推到极致，就是很多时候它就是我们在实际运作过程当中就运作不起来，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买卖的这个行为没有，它肯定有它的问题。保守主义它很容易就变成是那种拒绝进步的力量。那女性主义如果运作到极致，很多人说，因为同情这件事是看得到的地方会同情，看不到的地方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同情，它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对待动物的一种差别的对待。那当然生态主义，当然很多人就讲它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生态沙文主义就是环境沙文主义，就是我们可能太过用科学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太自以为是的从科学的角度去决定这个动物的生死以上因为这个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各位讲，我只能够这样说那当然这样说各位这个老师可能听了觉得有一点好像太简化，不过没有办法因为今天时间很短，我只能大概的这样讲那我自己比较这个信奉的，或者说我自己比较思考在政治学里头，我比较支持的其实是接下来这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我们人在授予权利的授予这个弱势者权利的过程当中，它一步一步的让弱势者拥有更多的权利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我们相信人跟人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怎么让公共事务能够继续的往下运作？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价值，有的人可以相信社群主义，有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有的人是保守主义，但这些主义不同的价值，我们要让社会能够继续往下运作，它其实是有我们在现代的这个民主国家，其实运作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为什么我自己选择用自由主义作为基础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宪政民主，包括台湾欧洲、美国等等，这宪政民主国家，其实大部分的逻辑都是从这个自由主义的理论所建构出来的。那个我要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宪法里头是以人权为保障，而且是保障每一个个别的人权。所以我可以我可以有我自己的价值观，可是我必须跟其他人的价值观一起被放在这个讨论的平台上面然后最后进行沟通之后，得到一个公共的大家能够共同遵守的一个价值这个是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用，我们整个社会已经用这样的逻辑在思考问题在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继续用自由主义来解决问题，其实比较能够大家比较习惯，然后我们用这个方法也比较能够真正的解决争议。虽然说这样做真的很辛苦，因为过程当中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讨论等等的那第二个当然是从John Rawls 的这个反思性平衡的观点来看从这个政治社会学、政治学的学者就基本上我们在把弱势者纳到我们的宪政保护里头过程里头，我们事实上是有空间可以继续的把那些更弱势的族群或者是更弱势的弱者把它摆进来继续看，所以它是有弹性的就是所谓的反思性平衡是有弹性，就是我们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然后慢慢的把那些比较弱的弱势者把它放进来所以为什么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我基本上是以这样的角度在看问题好，那如果我们用自由主义来看问题，现在马上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传统用自由主义的逻辑，用这种宪政的民主来解决我们人类碰到的社会碰到的各种争议的时候，其实若干的争议其实慢慢的在过去的经验里头是慢慢的解决了。可是其实呢，当自由主义这样的议题碰到道德政策
争议的议题的时候，其实就会碰到一些困境啊。那自由主义碰到比较能够，就说物质交换呐、物质利益的平衡等等哦，可能比较能够解决，因为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某种程度你拿到一些，我拿到一些哦，互相得到平衡。可是道德政策争议就很难，因为道德政策争议常常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种争议哈。我这边举了这个2个学者的这个观念哈，这个说法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一段哈。民众所期待政府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些不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痛苦啦、困难啊、偏袒、不幸、缺点、鸿沟等等等。哦，但是呢，问题是什么？我们碰到这些东西都是主观界定的。那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困难是的确是每个人都会当作问题。比如说我的房子倒下来，我想在场的各位老师，房倒下来倒不会有人觉得很开心，这个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些议题是很道德争议的议题，就那个是道德认定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带有暴力色彩的电玩游戏，这个算不算是个问题？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人可能就认为不是哦。在童子军当中有男同性恋者哦，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在毕业典礼上能不能祈祷？那这个就会是一个道德的争议。那道德争议在碰到我们传统宪政处理的这个政治逻辑里头，自由主义逻辑里头，当我们碰到道德争议的时候，它变得很难处理，因为两边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这个共同找到这个共识嘛哈，所以这时候的政府就很辛苦哈，或者说当公务员的人很辛苦。我们看到下面这句哦，以前是人类依赖上帝来解决这种道德问题嘛哈，当我碰到道德争议之后，我就祈祷，我跟上帝祷告等等。但是现在我们碰到这种道德争议的问题，我们放到政府里头去管理。我们这时候人们不再指责他或他，而是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政府。这时候作为他们的这个政府的决策者哦，他不是神，所以当公务员在面临这种道德政策问题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Cooper 讲得很好，他说做了你下地狱，不做你要下地狱。为什么？因为做了有一半人要你下地狱，你不做的话，这一半人会认为你很棒，但另外一半人就开始希望你下地狱哦。所以政府在碰到这种道德政策争议的时候，他就很难处理哦，很难处理。那什么是道德政策争议的问题？这样定义就是至少有一个政策倡议联盟，至少一个更有可能是2个、3个不同的政策倡议联盟，把该议题视为道德或罪恶，并且用道德的诉求来倡议该政策。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政策倡议联盟，他们互相把自己都会当做自己是道德的那一方。但都会指责对方是罪恶的那一方哦。刚刚那个简老师提的若干政策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是对的那你们都是错的。那其实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心里头其实很容易就对照得出动保里头有哪一些是这样的议题。那这种道德争议政策其实并不是动保政策它才是属于这种道德政策其实在过去的研究里头道德政策比较右边的它基本上是一种非经济价值的一种议题，然后它涉及的是人的基本信仰那很多人会说，那吴老师刚刚那个生态的这个判准，它是科学的，它就不是基本信仰咯其实那个也是一种基本信仰。对我来说，相信科学本身或者说生态主义本身，它其实背后也是有非常坚实的信仰存在，就是这个地球要继续能够继续永续生存下去，然后我们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必须要符合这种自然的这种逻辑继续往前运作其实我会把这个也当做一种所谓的基本信仰。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反对这个社会里头有一些人，他觉得为什么人一定要活得很长很久？为什么地球不能毁灭呢？这也是另外一种信仰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道德政策里头其实我没有要争辩这个到底哪个对哪个错，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头其实都有这种基本信仰那这个基本信仰的成分很高，然后显著性很高。譬如说，我们很容易在媒体里头就
就被这个披露出来，然后大家在这个议题上就会不断的讨论啊，这种高显著性，而且低资讯成本，大家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太需要用科学的技术面的问题去讨论。事实上，它是具备高度的科学跟技术面的资讯的这种议题在里面，应该被讨论的。就像刚刚简老师说的，但是当它是一个道德政策，大家就很常常会漏了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就不愿意去妥协，这个是道德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哈。那在不同的国家，其实他们在认定所谓的道德政策的时候是有不一致的状况哈。就譬如澳洲，他可能在澳洲哈，他可能对某一些议题，他认为是道德政策，在奥地利可能另外一些议题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是这个哪一些是道德政策议题呢？包括死刑啊、安乐死啊，妇女权益、少数的这个族裔权，然后动物权也是这样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它是所谓的道德政策，就争议是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哦。好，那自由主义怎么去处理这些道德政策的争议呢？那为什么自由主义要处理道德政策争议的问题？因为这个刚刚简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简老师没有提到那么细，我再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道德，当我们看上面尼布尔他写，当道德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那我们对于正义的感觉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需要跟另外一个人讨论的时候，比如我跟我的朋友在讨论，我们两个人知道对方的价值观点不同，有时候我们不会争夺的这么厉害，争吵那么厉害，因为我可以尊重对方可是在下面这段话比较有意思在每个人类的集体中，那种克制跟引导情感的理智就比较缺乏，那种自我超拔的能力比较少，理智常常会被偏见跟情绪所屈服因此社会冲突在人类社会当中就变得不可免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今天那个道德，如果是我跟你两个人的讨论，还有办法某种程度得到平衡，或者说好吧，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可是当我们变成一种群体的道德的时候，那种这个道德它不只是我的价值道德的问题，还有一种族群感，就是我的这个譬如说我动保团体，我动保群这种，或者动保群、野保群、原住民群就是我们大家当变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个道德的那种平衡就更难了，因为大家其实这里头除了有道德以外，还包括了团体的情感、团体的认知，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让一步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我们内部指责，然后我们就更不敢去做让步那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办呢？我自己是观察到通常政治上有两种解法了一种解法就叫政治管理，那另外一种解法叫做强健民主了那根本解当然是所谓的 strong democracy就是用强健民主来解决。可是实际上我们社会里头常常用这种政治管理的方法这里我没有办法细讲，简单的说就是政治操作到让我喜欢的那个法案能够在立法场域里头被通过。那通过了之后呢，它就变成全国就得要去执行的一个政策。那这种所谓的政治管理是有一些政治运作的方法，这很多政治学都有在讨论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比较像是政治谋略学啦这种课其实在政治学里头也有上，譬如说怎么去选举啦怎么选得赢然后选赢了之后怎么去我们叫做怎么说？我们叫做怎么去运用媒体怎么去跟媒体合作等等的，这些方法事实上可以让刚刚这个方法某种程度得到解决，就是我硬压的把你不同意见压过去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好，因为它是拒谏法，就是它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因为不服的另外那一方，其实永远他都会回过头来，下次透过翻转政体应该说翻转这个执政者然后从这个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之后，他很有可能就会去改变这个我们原先以为的这个方法，所以以为的这个政策方案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基本上还是强健民主就是透过审议的方式那我想这个简老师就也一定很熟，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讨论里头去让各种资讯能够进来，然后多元的意见能够进来，
然后大家呢在里头某种程度的去达成共识哦。审议民主有很多很多实际操作的方法，但这个我绝对也是没有办法在今天课堂这个演讲里头跟各位说哈。那我只要跟各位讲说，其实我们的政治的讨论不一定都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公听会，或者说那种利害关系人会议，大家吵成一团。其实有一些会议的方式可以设计的让会议更容易让大家放下自己团体的这个坚持，或者是这个情感然后能够跨出去跟不同意见的人能够做一些讨论这个是可以做到。那我们其实去年在那个刚刚讲那个喂养的政策里头，就是那个流浪犬喂养政策，我们事实上我刚刚看好像那个伟平有来嘛，我们事实上就想要试着做看但后来没有成功就是了。不过也不要气馁，因为审议民主本来就真的不容易操作了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要更重视执行面的专家意见，因为当我们各方意见如果都非常倡议者都非常激烈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是对的时候，其实常常忘记实际的官僚他在操作问题的时候的做法。那举个例来说比如说收容所安乐死的这个建议，其实很有可能这个第一线的这个兽医师他会有更多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通常不会是一定要完全安乐死或一定完全不能安乐死，通常他会很多很多的细节的 SOP 的考虑那在强健民主里头，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更多的去注意到这个官僚他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他所碰到的困难跟他的意见那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是我提的，都是我在整理道德政策的时候，这些学者他们所提出来这些方法比较能够解决问题。那第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把它称作是分众宣导或者叫做试点。因为刚刚简老师也几乎是提到了有这个事，就是说每一个公共政策它都有它的系络，它的环境的网络，所以如果不同的网络，它其实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我们沟通的方式所以透过分众的宣导，才有办法。我们一个国家不是单一，通常很难，就是完全是单一的这个族群、单一的想法，所以分众的宣导，其实在政策操作里头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试点那这个譬如说 TNVR 这样的政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期待它在全台湾都能够很快的来落实，但有些地方可能可以落实，有些地方可能不行有些区域可能这个保护区可能不行，可在其他区域可能可以。这种试点方案的落实它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法更多一些。那只是说在做试点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足够好的记录，因为试点它最终还是希望能够推动嘛推动到类似的区域去，所以试点它其实必须做很好的科学的记录。这科学的记录不只是动物本身它还包括了当地民众的看法，包括当地利害关系人的这个改变等等这个其实都是试点在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并把它记录下来的。那最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政策在做调整的时候，能够渐进的去这个运作而不是激烈的改变。那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他们碰到这种我想各位应该最近有注意到堕胎的问题，就是美国碰到这种道德政策问题，常常就是一翻两瞪眼，就是透过政治，因为透过政治运作之后它就很容易变成就是一下子到另外一个极端，然后下次又摆回来这边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造成社会的这个很激烈的冲突，所以学者们也建议就是如果是道德政策议题的话，最好是能够透过渐进的方式去寻求改变好，我现在还好，我还有一些时间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我要特别强调刚刚讲的这些一直都还是我们目前的现况，就是动物保护其实大家有各自不同的动物保护的观念但是呢，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决，在目前的民主状态下怎么解决